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了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我身隔壁有一辆 MK8 GTI。本期视频非常感谢车主孙，他其实去年想要找我试驾了。这辆车呢也没有什么大改啦，就改一个 rim， 然后 intake 跟 exhaust 加了一个 race shift 这样子，也没有爆改。所以我们去 walk around review 看一下这辆车 ，Let's go。Volkswagen Golf GTI MK8， 它是一个性能与科技完美的融合。MK8 已经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了的啦，没有错的话是2022年吧，它先出了第一批车的座椅是没有 GTI 的厂标，然后它里面呢有一些小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没有 Piano Black 的这个内饰。后来年尾呢，它就加了一个 GTI 在座椅上面，里面就换成了亮黑色钢琴烤漆。前面呢这里是没有那个风网的灯的，但是后期车主是可以改。但是让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它连这个 Auto Folding Side Mirror 它都没有给呢？只加一个 Motor 会很贵吗？我不知道。在更后期的时候啊 ，Volkswagen Malaysia 又再加多 IQ Drive 给这辆车，大概起到240多千，所以车主也觉得有点可惜。如果当初啊他一买的时候有 IQ Drive 该多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 Hot Hatch 啊，它不仅延续了 GTI 的运动基因，还在科技、安全跟舒服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其实我跟车主的口味啊原来是一致的，我跟他都认为 MK7 其实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车，尤其是 MK7 GTI 的 Club Sport 有那一个蝴蝶座椅。但是如果你考量到新车啊 MK8 其实也不错的。这个是它的车的钥匙，只有3颗按钮，锁门跟解锁，还有一个打开车尾箱。然后你看到头灯亮起，很有标志性的哈。那很多现在中国车后面有贯穿式尾灯了吗？那前大灯也要贯穿式大灯，未来应该很多车也会跟风了。后尾灯方面也是一样 ，LED 的灯，远看的时候呢，一看就知道是 Mark X GTI。这套轮圈来自 Rexer VOX10，四台轮胎都是用这来自 Hankook 的 Ventus Prime 4的轮胎，尺寸为225/40R18，后有刹车卡钳，还有通风碟，前面也是一样的尺寸。GTI 呢，它是配搭这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可是你看它的活塞其实蛮大个的，相信车主也升级了一套刹车通风碟，有带动的啦。换了 H&R 的 Sport Spring， 前后有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而已啦。这辆车简简单单跟你们讲一下外观内饰啦，因为之前 Golf R 的 walk around review 其实我做的蛮仔细一下的，还是保持着 Volkswagen 非常特别的打开车尾箱，这里拉一拉，可是通常我也不舍得去拉太大力，我怕会断哦，所以小力比较好，不要太粗鲁哈。作为一个 hatchback 啊，它的尾箱空间还是有点吃亏的。但是你给我，如果你2夫妻啊，载2个小朋友出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啦。其实它的尾箱空间还是可以的。这边还有一个12伏电网，车主已经插了一个电，因为它这个排气管呢是有 Valvetronic 的，有阀门可以打开，然后椅背还可以做倾倒哈。如果去 IKEA 买东西，安心啦。当你解锁了之后啊，门把那边也是有灯的，蛮高级的感觉哈。座椅呢里面就带一点深跟浅灰色的主题配搭 ，GTI 呢就有这些红色的缝线啊，有带一些红色的这个气氛灯，前后都有。那左边的驾驶是手动调节的座椅啊。最主要打开这一副引擎盖。还打开了门之后呢，座椅还会往后退。这副引擎大家都很熟悉啊 ，Volkswagen 最出名的 EA888， 来到马来西亚这里已经是第3代了。它还是一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厂245 PS， 扭力峰值为370牛顿米，配搭的 DSG 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当然它是 Wet Clutch 来的啦。0到100加速为6.3秒，极限可达250 km per hour， 综合油耗为7.4 liter per 100 km。我相信驾 GTI 的你们应该都不太管油耗吧，有力就可以了。换了一个 APR 的 Open Board Intake。
custom 的 exhaust， 有 Valvetronic 的 race chip 的 chip tuning。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电板，它可以调高你的动力，当然它你的 boost 也会高一点。事后呢，车主就拿去上马力机，从原本的246匹马力提升到293匹马力，扭力呢则是455牛顿米，这是轮上哦。打着引擎，听一下它的 custom 的 exhaust 的声音好不好 ？GTI 的座椅 semi bucket seat， 还有带3组的记忆座位，很多都是触摸式了的。你看，连开灯、关灯啊，这些都是用 touch 啊。我还是很怀念以前的 Volkswagen 呢，是转的哈。哦，它的 start engine 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还带一点 bubble sound。哦，有 rev limit 哦。哇，车主听泰国歌耶，又是 Gaki 哦。双区的恒温空调，这些冷气控制已经变成了 touch 了啦。Driver assist， 还有 reverse camera， 可以这里打开关 driving mode。Eco Comfort Sport Individual， 这里有一个洞，打开，这里写的 Golf， 还带一点灯。呀，它是红色主题，color 有红白色，然后可能是呀。你可以换一点紫色，你要怎么换？个人喜欢什么啦？那车主喜欢红色嘛？红色比较 GTI 嘛，全部都是红黑色的配搭，头发是蓝色的哈。这个挡挂就很 Q 了啊，我个人就没有这么喜欢。当你踩了这个刹车之后啊，你看到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凸出来，跟你说，哎，你往下掰就是 D 啦，这里这个就是 D。你再掰一下就是 S， 这里不会显示，可是在这个仪表上面还是有的。S 有换挡拨片，要去 N 就是一下，要去 R 就是推到最上 ，reverse camera 就会打开了的。那还有一个 parking button 按，电子手刹 auto hold， 这么大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放什么好。还有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 Volkswagen 非常般耐的，还可以调高度。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方向盘可以调得很厚，可以很下面，我都觉得很舒服了。仪表呢就可以换几种模式啊。当我按上了这个 View 啊，我一按了之后它就变成这样的，这个我就看不明白了。我觉得是可以更换的啦。然后双圆式仪表，简简单单，还可以看油温、水温，还有变速箱的温度，这个可以哦，这个 GTI。哦，这个灯 touch 的，哇，你 touch 了之后啊，它唱机还会发出一个声音。当我的手靠近它，哎呦，哎呦，还给我知道多功能在哪里哦。ESC 这边可以关 Home Auto Start Stop， 还有一个里面就没有 carpet 了 ，GTI 这一代就好像没有给。最麻烦就是还是这个 button， 之前我驾过发上山，一直按到方向盘加热 ，Cruise Control 或者 Limiter， 它挡挂很小力啊，现在。喂，没有事，没有你走吧，因为它太低了，没有事，它 emergency brake 了。什么叫太低？低了，侧身低了过后啊，它一直detect到那个地上，可是很靠近。可是地上平的哦。就是说我不懂。哦，这样你已经惯了啦。第一次的时候你还会被吓到一下哦。你不能直接一开始 release 那个油，你要慢慢放那样子，你要踩住 brake 慢慢放这样。如果你一开始你在走的时候，你直接放啊，你直接放它就。刚刚真的是吓到我一下，大清早，精神了，精神了。这个 DQ 381哦，现在哦，其实我还是挺喜欢 DQ 250的，虽然它旧款了 6 speed， 它的换挡啊的这个干脆性啊还是比较直接的。起步的话，它的这个双离合真的是没话讲哦。德系车就是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在做这个变速箱了，所以如果当你驾了很多新款的中国车，那个双离合还是输很多。所以还是需要再改良啊！你看人家的换挡又干脆，然后起步又顺啊，完全没有感觉上再加一个双离合要等那个离合器放开这样的感觉，非常顺哦。可是如果你看它换挡的速度，你看回去 DQ 250啊，2000转这样换挡哦，它的速度是蛮快的，然后你感觉上它的声音也是蛮干脆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细心体会的话呢，其实你驾不出分别啦。我大概知道那个分别在。当然，七速还是有七速的这个优势的。你走高速的时候，那个平均油耗还是挺好的，因为它的转速也挺低。你以前驾宝马330i F30 嘛，是吧？你觉得它的好处与坏处有什么不同？这两个灵活 ，OK， 然后会比较刺激一点啊。我不懂啦，那时我这边都没有什么改到，是原装啊，原装。如果原装跟这个原装比较起来，波水跟会比较刺激一点点啊。
就当你去试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它好像很暴力这样，跟我的宝马不一样的感觉。特别光啊。可是舒适性来讲，你觉得那个？肯定是宝马。宝马，加上它是长尾车，然后它的空间也感觉到好像比较大一点。它真的是很舒服，然后舒服到又不会讲不稳。如果下一辆车换，应该是换回 BM 嘛。你会放弃一个 DSG 吗？去买 ZF 啊？会的。这辆车打97吗？还是95？95。那打完一缸需要大概多少钱呢？90出一点，90左右啊。哇，那小缸也不会很大。然后你的油耗现在来讲，可以走到500吗？一桶油？看打什么油啊，基本上可以啊。可以啊，轻脚一点啦，不要这样重脚啊。之前拿车的时候就每天踩哦。爽哦。因为这辆车有warranty嘛哈。现在注重这样。warranty的话就踩不了啦，对吧？对。没有warranty就照踩罢了，买好就来踩罢了。这样如果当时你买这辆车的时候它的 side mirror 是没有自动收碟嘛，是吧？但是它的有的这种电子调整。对。它收没有的话，对你来说，生活上面会不会造成一个困扰吗？会吗？不会。然后你要用不会的，没有就不用收啊，就放支宝。好像放支宝啊。只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上面很粗，就稍微对。你在一个车没有这样大，把它那个side mirror很粗，所以有时稍微小一点的路啊，摩托应该都会撞到。越新的科技感满满，对，没有错。有力，然后配备也很好。可是当你叫回旧车的时候，旧车有莫名的一种感觉，就是它你与车之间的交流更加的好，它好像少了一层膜这样，因为它少了很多电子的那个辅助嘛，就有如像这个大家都是如果说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啊，这样新款呢，因为有那些什么车道偏离辅助啦，所以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方向盘好像少了一些感觉，就路面是粗的还是不平的，那你的感觉就少了很多。但反而旧车你叫回去 Golf MK5 或 MK6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车更加直接掉，车身好像更加的灵敏的感觉，因为车身比较轻嘛，现在车比较重。但是比较旧一点的车哦，它的 steering 如果你加快哦，它会比较松啊。对，它调教没有以前这么好，没有现在这么好嘛。现在如果你加快的话，我稳稳的哦，你一只手指这样拿着，这样后着也是可以的。对，这个就是新车的好了。可是当你架起来，你操控的时候啊，旧车还是有它的味道的。因为之前我有这两个时候，我还有一辆Villa 93 Turbo 了。Turbo， 它很快，但是它 steering 很轻，它真的是很轻。它一到180，它就有一点没有这样信心啊。再玩它别的新一下。哇，它的反应挺好的。快一下，按一下去就有那个不迟钝。有一点发烧哦。人家 Sport Mode 还有 Power and Bank 应该。是吗？原装都有啊。等我一下。OK， 再试看，你踩了放远，OK， 或者减速。好呀。哇，原装会有给哦，机身哦，机身的包包。老婆不给买。老婆不给买，因为是美诺。那你 M 走了，要去看车的话，老婆不给买。没有关系，低配手排 low spec 的比较容易maintain。OK， 那我们就现在放弃 Sport Mode， 我们就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们把 AC 在哪里？这个就是 Touchscreen 的不好，我找不到 AC 在哪里。这边关掉。Yeah。试看它的0到100，虽然它虽然不是 Custom Rev 啦，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动力怎样啊。刚刚车太多，没有得试。哎呦，不小心按到Manual Mode。哇，动画美！哇，有发烧哎！因为我记得他们有时候有些人改出来7.5，但那些没有发烧的哦。没有
有哦。哦，我之前驾过这个1.4的，8 speed 的 iShin， 它换起来也是有发烧的，很神奇的，它只是换那个 exhaust 过来，我没有做 tuning。哦，也是8，也是第8代，卖掉了，要搞转才有啊。那辆很少哦，market 很少。没有卖了，没有卖了，完全不要卖，因为可能销量才这样卖了，155千的新车。那个时候贵啊，现在很多车都是那个价钱了。OK 啦，知道了啦。放 Sport 在卡拉不好跑，跳。这里的那个操控爽哦。我朋友来了，这样车哦，虽然它是前驱啦，可是毕竟它还是有一个 Electric LSD 的，所以它还少的帮助辅助一下啦。因为它不是走 clutch 嘛，像我们手牙车的那种。OK 啦，好驾 ，hatchback 就是灵活嘛。可是你当一个后驱换起来前驱的时候，就是那个体验就不一样去了。但是 BM 后驱我没有 feel 到什么啊。你没有试过，就是过弯的时候踩一下油，它会好像这样子粗一点的。因为那个还是原装，它应该没有，我还没有做到它很。因为我记得我的朋友当时给我试驾3301的时候啊，如果原装不换 rim 的情况下，它很甩的后面，然后他走去换19寸，然后的 offset 美美的那种啊，哇，反而那个甩尾的情况就少很多。我朋友有一辆 M3，它不是 4 view， 它是2 view 了，它是然后那天他给我 test， 我踩完，但是它也不会好像甩尾之类的，它还是很稳的哦。就可能过弯踩大油才会有了这种习惯就是给油啊。驾 hatchback 的时候当你好像这种想要超车啊、左右的时候啊，它真的是很灵活的。你的车头一摆车尾就跟着动作了它不会像我们驾 D segment 那种屁股就是你的车头一摆了，屁股在0.5秒之后才发现是啊，你要转左Golf R 是之前在这个弯的时候我的学长就跟我说踩不了，156过这个我都抓脱，我奇怪厉害那个车。so far 我是没有驾过这样快了啦，156过这个弯爽。自己本身有经常驾上来云顶。好烦为什么没有驾这辆车上来的？老婆不舒服家人不舒服了。还带孩子他觉得不舒服，尤其是踩大油那个会弄到人家那种 G-force 的感觉，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上过一次吧，孩子那时候还小，他在睡觉。驾这种车你又毫不自禁的就是会加快一点。对，你就会想要玩一下。我都没定了，你驾普通车，你就会普通驾；你驾这种车，你就会踩。对，明白，完全明白。像我现在上手我一直压抑自己，它这种感觉就跟你踩，很有魔性的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热血就这样。反正我驾Arteon的原装啦，没有tune过了，我还没有想要驾到这样它会比较斯文一点。斯文一点，对。哇哦 ，OK， 我们终于来到山脚了。
以呀，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上一下试一下 GTI 啦。当然，你问我，它跟1.4真的是差太远了。1.4毕竟的排气量还是王道啦，要讲都是2.0比较熟练的啊。好了，guys，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啦，Goodbye。